嗨，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在今天的这个视频播客里，我想和你聊一聊怎么用播客来帮助你更好的学习中文。我自己呢，是很喜欢用播客来学习外语。因为我觉得听播客既方便又轻松，而且还很有用。那你可能会问，听播客真的能帮助我提高中文水平吗？怎么听才能够帮助我学中文呢？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我就会分3个部分来和你聊一聊这些问题。第一部分，为什么播客可以帮助我们学中文？第一个原因，播客里的中文是真实的。你可能看到过这样的视频，课本中的中文和真实的中文，你会发现这2个之间有不同。虽然课本里学到的一些词语、表达还有语法很重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表达是在课本中很少见的，比如像一些口头禅、一些流行语，这些你会在播客中听到。因为播客里通常都是真实的对话、真实的表达和真实的情感，所以在播客中你可以学到真正实用的中文表达。第2个原因，播客可以帮助你习惯中文。很多学生会对我说，老师，中国人说话太快了，我听不懂。这是因为你的耳朵和你的大脑还没有习惯中文。听播客就是帮助你习惯中国人的真实说话方式、说话节奏以及语速。第3，播客不会让你觉得你在学习。如果你是和我一样觉得看书、做练习、上课是一件很辛苦的、很累的学习任务，那么播客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学习方式。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休息的时候、做饭的时候都可以听播客。你可以一边放松一边听播客，所以听播客它会让你更容易坚持下去。第2部分，我们来聊一聊不同水平的中文学习者应该怎么听播客。对于初学者，我只建议3件事。第一，不要选择特别难的播客。在一开始，你应该选择慢速的、简单易懂的，就像在我的频道，接下来我也会陆续的发布一些播客视频，这些视频我会配以字幕，同时也会将我的讲稿以 PDF 的形式给大家整理好，分享给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反复听，而且可以在听的过程中学到有用的
适合你的水平的词语表达。第二，不要每听一句就停下来查你不会的词语。你应该做的是先听一遍，然后掌握大概的意思。如果你想继续深入的学习，可以再反复的多听。在接下来的第3部分，我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听播客的学习方法。第3，每天坚持10分钟。真的，其实10分钟就足够了。重要的是坚持每天都听。学习语言就像一场马拉松，它是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过程。如果你是中级学习者，那么我会建议你每个播客节目听至少2遍。第一遍只听不暂停，去掌握播客内容的大致意思。在第2遍一边听一边看字幕，同时标记下你不认识的词语，这样你的语感、词汇和表达以及听力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步。其次，你可以尝试复述你所听到的播客内容。你不需要完全完整的、一字不差的将听到的内容给重复，而是把你在听的过程中学的新的词语、新的表达尽可能的用到，并且把你所理解的内容给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你不需要做到完美，重要的是使用新学会的词语表达以及开口说的这个过程。现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来聊一聊最有效的播客学习法。第一个方法是日常通勤学习法。就像我在一开始说到的，播客最重要的是它很方便，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听。所以我会建议你在上班路上听，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听，或者是做饭的时候听。尝试着把听播客这一个习惯和你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做的另一个生活习惯结合起来，这样听播客这个习惯的养成将会更容易，也更好坚持下去。第2个方法，影子跟读法。这个方法的意思是，你可以边听边小声的跟读，也就是你听到什么就重复的小声跟着读一遍，或者是说一遍。这个方法对于改善你的发音、提高你的口语速度以及改善语音语调都很有帮助。第3个方法是主题学习法。现在在网络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播客节目。如果你可以选择一个主题，比如旅行、消费、科技、中国文化，并且根据主题找到不同的播客节目，这样的话，同时间听同一个主题的节目，你会发现有些词汇是反复出现的，而这些词汇将是在这个主题下很重要的词汇。
你也会更轻松地掌握这些词汇。最后，我想告诉你，学习中文重要的不是我一天学了多少，而是我能不能坚持每天学习一点点。播客它是一个非常温柔且强大的学习工具，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轻松地把这个学习方法融入、结合到你的生活中。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养成这一个听播客学中文的习惯。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坚持每天10分钟，不放弃，不着急，慢慢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就会发现你的中文变得越来越好。加油，我们一起进步。下期见。